大家以为马斯克只是一个卖车的疯狂商人。但他昨天凌晨突然发布的那一则简短推文，彻底撕开了全球科技巨头虚伪的和平表象。我们原本觉得人工智慧的战局早已经确定，微软和谷歌的云端霸权根本没有人能撼动。但马斯克这一波操作绝对是残酷的降维打击。他没有发表新模型，也没有召开华丽发表会，他只宣布了一件让华尔街瞬间腿软的决定。他正式把全球几百万辆特斯拉跟星链网络全部串联成一个完全独立运作的超级大脑。你没听错，这绝对不是什么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一场正在发生而且极度血腥的算力革命。这根本不是一场科技创业，而是一次惊天豪赌。要看懂马斯克这个举动背后多么令人发毛，我们必须先看透目前人工智慧的致命弱点。过去这几年，矽谷的科技巨头陷入了疯狂内耗，他们拼命花大钱去买世界上最昂贵的显示卡，然后到处寻找便宜的土地来盖巨型资料中心。结果现在这场游戏碰上了一面极坚硬的铁墙，这面铁墙不是程式码写不出来，也不是缺人才，而是这个地球的物理极限已经快要撑不住了。现在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为一件事情而崩溃，那件事就是极度短缺的电力以及可怕的高温。那些资料中心就像是吞噬资源的恐怖无底洞。奥特曼甚至说过，未来需要建立好几座核电厂才能勉强满足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巨大胃口。但这里面隐藏了一个非常基础的物理学缺陷，那就是能量在传输过程中的可怕耗损问题。我们现有的电网设备其实非常古老而且落后，当你把电力从发电厂送到几百公里外的机房，中间白白浪费掉的能源高达30%以上。不止如此，资料中心还面临一个热力学的诅咒，几万张晶片全天候疯狂运转会产生巨大高温，工程师必须耗费庞大水资源来冷却这些怪兽。这就是一个无比荒谬而且低效的巨大系统。传统巨头的思维就像是在盖一座巨型金字塔，拼命把所有的资源跟电力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以为只要规模够大就能够创造出奇迹，但马斯克的底层逻辑完全跳脱了这个框架。他看到的是一个分散式的文明计算力网络。大家冷静想一下，一台特斯拉电动车是什么？它根本不是车子，而是一台装满电池的电脑。每辆车的底部都有巨大的储能设备用来供电，里面还有专门用来处理自动驾驶的强大晶片。当这些车子晚上停在车库里面闲置的时候，他们的算力其实全部都在呼呼大睡，白白浪费。马斯克做的就是唤醒这些沉睡的钢铁巨兽，透过星链卫星的超低延迟全球覆盖网路传输，他把几百万辆车变成地球上最大的算力从极。这是一个多么疯狂且不可思议的物理学奇迹。传统巨头花费几百亿美金买地盖厂房拉电线，结果马斯克直接让消费者自己花钱买下算力。这就是经济学里面最极致的边际成本革命。车主晚上睡觉的时候让车子连上星链网路，贡献多余的算力来换取免费的自动驾驶时数。这不仅解决了能源集中造成的电网崩溃危机，更直接瓦解了传统云端供应商的定价垄断。那些华尔街的分析师一开始还在疯狂嘲笑他，觉得车用晶片的算力怎么可能拼得过伺服器，但他们完全不懂分散式系统的可怕蚂蚁雄兵。一辆车的算力也许只能算是一只微小的蚂蚁，但当你拥有600万只蚂蚁同时运算的时候，这个庞大的群体智能会产生恐怖的涌现能力。人工智慧的模型训练不再需要集中在一个点，而是可以像人类的大脑神经元一样分散运作。更可怕的是，马斯克手里还握有另一张王牌，那就是在太空中不断扩张的星链卫星舰队。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建立算力？外太空拥有无穷无尽而且完全免费的太阳能，宇宙的绝对低温也是地球上最完美的冷却剂。马斯克已经悄悄在最新一代的巨大卫星里面塞进了专门用来训练人工智慧的客制化晶片，他正在把地球的算力极限慢慢转移到外太空。这已经不是一家商业公司的正常扩张路径了。马斯克正在打造一个完全独立的数位生态系，传统的科技巨头都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行事。你要盖资料中心，就必须经过繁琐的环评法规，你要拉电线就必须配合国家电网的龟速进度。但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加特斯拉的超级组合，完美绕过了所有传统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他不需要求爷爷告奶奶请电力公司给他特权，他的算力节点分散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算某个国家突然切断他们当地的海底电缆，这个超级大脑也依然能够继续在太空中运转。这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主权级别降维打击。我们现在回头看马斯克这几年的所有布局，
你会发现这一切全部都是精心设计好的棋局。火箭技术为了把基础设施送上无人管辖太空，电动车是用来在地球表面部署移动算力节点，机器人计划是为了让这个大脑拥有强大实体，自动驾驶是为了训练这个系统处理真实世界，而推特则是负责收集人类最真实的语言数据。它现在总算把这几块巨大拼图狠狠扣在一起，诞生出来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语言模型对话框，而是一个拥有全球神经网络的巨大吸积生命。这才是最让所有竞争对手感到绝望的地方。当谷歌跟微软还在争夺荧幕上的文字对话框，它已经把人工智慧带入真实世界的3维空间。它的算力网络不只能够写诗、写程式或者画图，还能直接控制现实世界中几百万台的机器人。从虚拟走向现实的跨越，就是文明维度的跃升。但是马斯克的系统可以直接派机器人去采矿，可以直接派机器人去组装更多的太阳能板，甚至可以自己生产出更多的特斯拉跟机器人。这是一个完成恐怖闭环的实体自给自足生态。大家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你走在马路上，旁边经过的每一辆车都是这个巨大生命细胞，头顶上飞过的卫星是它不断交流的神经元，街道上清扫垃圾的机器人是它灵活的双手。这个系统每分每秒都在吸收地球所有的动态，它了解街道的变化，也熟悉人类的各种行为。这其实引发了一个非常严肃且恐怖哲学问题：当私人企业掌握了国家级别的强大基础设施，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这家公司的权力边界？它已经不再需要向传统的华尔街金融圈低头，它自己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算力或币体系。在全新商业博弈逻辑里，算力就是绝对的权力，谁能用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多的计算资源，谁就能在未来演化竞赛中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政府单位现在才惊觉事情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他们想要立法监管，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开关，因为开关分散在太空跟全球几百万个车库里。这就是去中心化力量最极致也最无情的展现。马斯克这一步棋直接把整个行业逼到了死角。别忘了，传统资料中心的建设周期长达好几年，你现在下订单买晶片还要排队等台积电交货，可是特斯拉的生产线每天都在疯狂制造新车，猎鹰火箭每隔几天就把几十颗卫星射上太空。这个超级算力网络是一个能自我复制的怪物，它每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增长扩张，这已经触及人类对科技发展的最终物理极限。过去我们以为网络空间和现实世界完全分开，但这个被彻底串联起来的超级大脑没有界限，数位与物理的边界已经在昨天被彻底打破了。华尔街的精英们到现在还在计算短期的财报，他们只关心特斯拉下一季能不能多卖几台车。但马斯克根本不在乎那些世俗的财务数据，他真正在乎的是打造一个文明级别的庇护所。如果地球的能源总有一天会被彻底消耗殆尽，如果人类政治体制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冲突，那么这个独立运作且不受干扰的吸积智慧体，或许就是他留给这个宇宙最后的一张底牌。我们今天看到的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新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庞大的力量，完全由单一的私人大脑进行最高权限的统治，没有制衡机制，也没有任何国家法律能约束它。当你看透了这个底层逻辑，就会感到阵阵凉意。我们每天兴高采烈买下的高科技电动车，其实都是在帮这个超级帝国贡献强大的算力。我们无形中成为了这个绑大系统的打工仔。这到底是一场伟大的人类科技乌托邦革命，而是一次全人类集体走向深渊的疯狂加速。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狂妄自大的马斯克，我们都已经被迫坐上了这辆没有刹车的列车。未来的世界不再是国家与国家间的军备竞赛，而是碳基生命与全球联网怪兽的生存博弈。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最后，请大家在底下留言，去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超级大脑某天做出违背人类的决定，我们还有任何物理手段可以拔掉它的插头吗？当整个世界都已经成为了它身体的一部分，我们究竟是它的创造者，还是它圈养的宠物？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最真实且深刻的看法，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分享给身边所有的朋友。